赌宅拆迁我得了2000万，被人算计迷恋上了赌博。妻女为躲债最终跳了河，打捞上来已经没了呼吸。为报仇雪恨苦练搏击术，无奈对手是个庞然大物，年过4旬才能与之抗衡。驱车前往大唐集团股。浩辰震惊地看着桌子上的钱和那3份合同，还有他对面一脸坏笑的3个男子。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正开车去收购大唐集团，然后被车撞了。卧槽！难道我……你在看什么呢？胜败就在此一举了，赶紧选一个吧。赢了，这桌子上的钱就全都是你的了，还有你从我们这拿的钱也一笔勾销。浩辰老弟，你在想什么啊？赶紧选啊！你选单还是双？逆天改命就看这一次了。浩辰眉头紧锁地看着说话的这个人，这人名叫王根成，是这些人中最可恶的，就是他一步步把自己带进这个圈套的。浩辰老弟，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认怂了，你已经身无分文了，只要这把你赢了，那你欠他们的钱也就一笔勾销了。你是不是怂了？如果真怂了，就哪凉快哪待着去。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跟个娘们似的。浩辰没有说话，而是回想起后事的这一幕。为了防止他们作弊，浩辰让他们全都远离桌子，并举起双手。最后浩辰猜了一个单，而结果竟然是个双。哥们，你到底玩不玩？你要是不玩的话，那我们就散场吧。不过你欠我们的钱下周可就要还了。玩，当然要玩，不过你们要站起来远离桌子。好，我们后撤3米总可以吧？可以，不过我再问一句，如果我猜对的话，这3份合同以及桌子上的钱是不是都是我的了？那是肯定的。不过你要是输的话，那你家的房子就是我的了。没问题，我猜双。说完，浩辰右手直接伸向了头中，结果发现真的是双。饶是从后世重生回来的灵魂，浩辰还是深呼了一口气，而场中众人全都眉头紧锁起来。你小子今天运气真是不错，来，我们继续。浩辰并没有说话，而是将3份合同当场撕掉，并将签有自己名字和手印的一角揣进了兜里，然后将桌子上的钱往袋子里装。哥们，你这是做什么？怎么，这钱不都是我的了吗？难道我不可以装起来吗？这钱是你的了，但是我们还得继续啊，装起来做什么？那你管我装不装呢？既然是我的钱，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孙兴龙见浩辰这么说，于是向王根成使了一个眼神。浩辰老弟，这钱装来装去的多麻烦啊！趁着你的运气正旺，我们再玩把大的，没准阴山变金山呢。今天的运气已经用完了，要懂得见好就收啊！怎么地，只有输光了才能走吗？龙哥不是这个意思，龙哥的意思是想让你再玩一回。你如果走了的话，那今天就不成局了。来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决战到天黑。我也想决战到天黑的，可是我的运气已经用完了，我先回家养精蓄锐，咱们明天再战。你们这样一弄的话，我怎么感觉自己只能输不能赢呢？没，你肯定是错怪龙哥了。以前你赢钱不是也让你拿走了吗？他就是觉得这么早就散场有点不尽兴而已。龙哥，你说是不是？是啊，这才刚开局几把，你走了之后我们都没得玩了，所以我才有点生气。浩弟，你趁着手气旺多玩2把，明天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好运气了。没关系的，我明天的运气会比今天还好。孙兴龙见浩辰不肯再玩，也是眉头紧锁。他本来今天要把这个浩辰榨干的，可是没想到最后一下浩辰竟然赢了。好吧，哥们，既然你觉得明天运气更好，那我们明天再战。没问题，你们把钱准备好就行，明天看我大杀四方。说完，浩辰拎着袋子就走。他知道如果刚才不那么说的话，自己不可能走出这个场子。走出场子的浩辰就听见身后有人叫他：浩辰老弟，你等等我啊！起初浩辰为了消磨时间就去棋牌室打牌，而他和王根成就是在棋牌室认识的，最近2个月才被王根成带到地下赌场。浩辰老弟，不会是赢钱就忘了哥哥吧？今天你赢这么多钱，说什么也要请我吃顿大餐啊！我今天没空，改天吧。择日不如撞日，每次赢钱不都是要出去潇洒的吗？那是以前，今天我真的没空。说完，浩辰就向前走去，留下王根成在那喃喃自语：今天的浩辰是怎么了？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先让你嘚瑟一天，等明天就让你破产。王根赌场，怎么，他今天不带你去潇洒吗？今天的他看着有些反常，以前赢钱的时候，我们2个都是要去潇洒的，可今天他竟然说有事要办。一个赌徒能有什么事？肯定是回家数钱去了。你刚才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拦着我？依我的意思，他要是不玩的话，我就是抢也要把钱给抢回来。抢回来有什么用？他那房子我们也是得不到，而且欠条也被他给撕了。我们陪他演了2个月的戏，怎么可能只为了这么点钱？那好吧，就给他多1天的时间，明天一定把他炸弹。你去盯着他，最好不要出意外，不然我就告诉彪爷。放心吧，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浩辰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打车来到万顺抵押担保公司。赵总，我是来赎我的车的。抵押公司的老板赵强眉头紧锁，他是不希望车被赎走的。一辆100万级的豪车给他作价13万，这车要是卖掉的话，他起码要赚几十万。看来浩辰总这是发财了，算不上发财，赚点小钱而已。浩辰总霸价，几十万都称作小钱，多的话可以投给我们，保准比存起来要赚钱的多。没问题。那浩辰总把钱交易一下吧，13万的本金，2万的利息，一共15万。浩辰也是一惊，不到1个月的时间，
13万的本金竟然收了2万的利息，而且当时自己只拿到手10万元。利息抵押贷的时候不是扣掉了3万吗？是这样的，浩辰总，那3万有1万是手续费，是1万是担保金，另外1万是合同押金。你当时说使用2个月，可是现在1个月都不到，所以合同押金和担保金都会被扣掉。赵总，当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我怎么不是这么说的？你看看合同，白纸黑字写的多清楚啊！赵强拿出合同，浩辰也是眉头一紧，虽然有些不甘，但也无可奈何。自己前世怎么这么傻，居然连这种合同也签？好吧，那我们就解除合同吧。当浩辰坐上车时，发现操控台上有一把钥匙和一个门禁卡，上面写着湖畔别墅。浩辰将钥匙揣进口袋，直接发动车子直奔超市开去。浩辰，今天就算是再怎么样，我也不会让你把女儿的原费拿走了。这个原费是他找的，原费已经拖欠了半个月了，如果再不交的话，女儿就得退学了。刘淼，我不要钱，我不要钱，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俩。你休想骗我，你就是打废了，我也别想惦记女儿的原费。浩辰刚想说什么，身后的女儿突然挡在了妈妈身前。你是个坏爸爸，我不许你打妈妈，思思不要坏爸爸，你快走。我不打妈妈，也不打思思，饭菜已经做好了，你们2个还没吃饭吧？先过来吃饭吧。浩辰一边说着，一边拿出装钱的袋子放到桌子上。你看看，这袋子里有10万元钱，我把它交给你，我以后都不会去赌了，这些钱你先用着。就算我相信狗能改得了吃相，我也不相信你能戒赌。这钱今天给我，明天就要回去，还说不好这钱是谁的。浩辰听到这话不但不生气，反而很是自责。我知道我伤了你们娘俩的心，我也不求你们现在就原谅我，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你俩在家吃饭吧，我出去办点事情。浩辰也不想出去的，好不容易看到妻女，他很想陪在他们的身边，可是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在家的话，那妻女是不会吃桌子上的饭菜的。出门后的浩辰也是没有决定去湖畔别墅看看。上一世没有机会进入河标的别墅，这一世无意中捡到了钥匙，说什么也要进去瞧瞧。浩辰敲了敲门，见没有人应答后，于是用钥匙打开了别墅的门。进门后的浩辰发现房间里摆满了编织袋，里面装的都是一沓沓的现金，而且是不连号的。浩辰瞬间有了一个计划，如果能够把这些钱弄到手，那自己就有了启动资金。河标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这一世定要让大唐集团付出代价。浩辰将6个编织袋装进自己的车里，然后直接开车前往湖畔别墅售楼处。先生你好，您是来看房子的吗？请问先生怎么称呼？叫我浩辰就可以。浩辰先生，我是湖畔别墅的销售顾问董洁。给我介绍一下项目吧。好的，浩辰先生，我们的别墅现在都是按套出售，每套的价格是100万。如果先生觉得价格上有些高的话，那我是可以为先生争取一些优惠的。你能给我争取到什么优惠？你也知道，价格都是公司规定的，所以价格上是不能给您让步了。不过我个人可以给您当1周的私人秘书，你看这个福利还可以吧？话里的意思，这个河标也真是个人才，竟然能够想到这种办法来销售别墅项目。你还是给我来点实惠的吧，我对这种福利不是很感兴趣。董洁眉头紧锁。要知道我之前在夜场上班的时候，也是整个夜场最受欢迎的女王，莫非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个 gay？ 那浩辰先生想要什么呢？我的要求很简单，我看到你们售楼处门前有一辆轻客，应该是你们公司的宣传车吧？这车借给用2天。你要借我们的宣传车？是的，我有一些个人物品不方便找搬家公司，所以我需要自己搬运。你也知道我的车装不了什么东西的，所以借用一下你们的车。原来是这样啊，这肯定是没问题的。用不用我给您派个司机啊？司机就不用了，我要搬的是一些私人物品。那我懂了，先生，这对于我们售楼处来说算是太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你想用几天就用几天。那好，从20栋到25栋卖出去了吗？我就要这6栋吧。董洁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能想到浩辰竟然一下子要买了6套别墅，而条件只是借用一下公司的宣传车。老板，你要买6套别墅？我没有听错。老板，您是贷款还是全款？现金，而且是全款，钱就在我车里。你叫几个人跟我去取一下。当6个编织袋拎到财务室并将钱倒出来时，这让财务人员也有点惊讶。买房子大多都是刷卡，还是第一次见用编织袋装钱的。手续办好，浩辰将自己的车扔到了售楼处，开着轻客驶向了别墅。浩辰将车子停到19栋别墅，就开始搬编织袋，3个小时才将房间里的钱搬完。看着自己房子里的现金，陷入了沉思。浩辰突然想到一个人，正是浩辰在后世的帮手李超，原隶属于某特种部队。喂，你是李超吗？我是李超，请问你是哪位？我叫浩辰，想成立一个安保公司，而且我想让你当安保公司的老大。电话对面的李超直接被惊到了。最近的1个月时间，他找了好多工作，虽然自己亮出了特种兵的身份，可是依然没有人愿意花高价聘用他。老板，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很乐意为你做事。不过你能给我多少工资？当然是真的，比珍珠都真。年薪100万如何？多少？100万年薪，而且我可以提前预支给你一部分，这样你也能把家里安顿好，直接来湖畔别墅找我。老板，我现在就出发，预计半个小时就能到。半个小时后，这里先作为安保公司的临时据点，人多以后再换大一些的地方吧。你把编织袋都打开。李超直接就将4个编织袋打开，每打开一个都让李超惊讶了一次。
因为煤袋里面都装了满满的现金。老板，这是什么意思了？这里是400万，100万是预支给你的工资，用来解决你家里的后顾之忧。另外300万采购车辆设备，还有招募安保人员。如果不够，我还会再给你。老板，你就这么信任我吗？你就不怕我拿着400万跑路吗？不怕，我始终相信一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以后你也是这样，觉得人品不好的人，无论他多有能力，都不要重用。感谢老板的信任，我肯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旁边的20栋别墅里有重要的东西，那里除了我以外，不许任何人靠近。放心吧，老板，一会我就拿钢筋把20栋的门焊上，保证不会让一只苍蝇靠近它的。你的能力是我放心的，但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你抓紧时间招募一些人过来，工资先给到年薪20万。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记住，那就好的，老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等人员到齐后，你就去把安保公司成立了，名字就叫做吴江安保，取自大爱无疆的吴江2字，也寓意着我们的安保公司没有疆域限制，真是好名字。另外，女安保人员也是要招募的，因为有的时候女安保人员在保证女性客户方面会更方便一些。这是一定的，安保公司的组成必须要全面，因为不一定会遇到什么要求的客户。在这一点上你是专业的，所以按照你的想法大胆的去做，需要钱的话我就会支持你。放心吧，老板，我知道该怎么做的。浩辰将21栋到25栋的钥匙给李超后就离开了。而此时的别墅内，看着满屋子的钞票，李超虽然是硬汉，但此时他的眼角中还是闪现了泪花。从别墅出来，浩辰去市场买了一条鲜活的鱼，还有一些海鲜，打算晚饭给妻女做一顿海鲜宴。刘淼，坐下吃饭吧，放心，菜里没有毒的。今天我们也喝一点，咱俩好久没在一起小酌了。刘淼皱起了眉头，因为浩辰有1年多没和自己这么开玩笑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浩辰说的好久是整整20年。晚饭过后，刘淼带着思思去了主卧。浩辰收拾完桌子，人来到次卧，开始整理大唐集团核标的犯罪证据。现在有了启动资金，他要壮大自己，首先要做的就是先端掉大唐集团在榕江市的据点。次日一早就去寿衣店订购了1批冥币，并让其装进编织袋中。来到湖畔别墅，看到李超正和一些人在调试设备。你这挺有效率啊，看你这黑眼圈，昨天晚上没睡觉吧？老板您来了，昨天就我自己，所以不能睡觉，不过今天就好了，一会我找的人就会来。你找了多少人？男安保12名，女安保3名，还有10几个正在办理离职手续。不错，挺有效率的。他们什么时候过来？已经在路上了。那行，他们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先去给大家解决一下宿舍问题。浩辰装了5袋钱在车上，直接驶向售楼处。浩辰老板您来了，请问有什么能帮您的吗？再给我来5套别墅。董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浩辰老板这么有钱的吗？昨天买了6套，今天又来买5套别墅，难道是看上自己了？真的吗？浩辰先生，您不会是在和我开玩笑吗？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16栋到30栋我都要了，直接办手续吧，钱在车上，叫保安去搬吧。浩辰老板，感谢您在我手中买了这么多的别墅，晚上我请您吃个饭吧，我不能喝酒的，一喝就醉。下次吧，我一会还有事。说完，浩辰就开车离开。董洁也是眉头紧锁，难道自己穿的不够性感吗？还是这个浩辰老板喜欢欲擒故纵？21栋别墅，浩辰发现这里多了很多生面孔，其中还有3个女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板浩辰，以后我们就全是他的手下了。王兵、于勉出列，你俩跟在老板身边进行保护。老板，先让他俩跟着您，等车辆购置完毕，我还会派人暗中保护您的。好的。刘璐、王芳、谭雅洁出列。3名女安保站了出来，看着这3人，浩辰很是满意。我对你们很满意，现在我交给你们3人一个任务，那就是我的妻子和女儿，你们负责他们2个的安全，稍后我会把他们的资料发给你们。放心吧，老板，保证完成任务。另外，李超，等人员和车辆配齐之后，也要保护我妻子和孩子的安全。好的，老板，我明白该怎么做。人员继续招募，以后不会局限于只保证我一家老小的安全，还要把安保公司变成一个盈利性的专业的安保公司，你知道吗？放心吧，老板，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那好，这5把钥匙你拿着，26栋到30栋也属于你们了。李超也是一惊，他感觉这老板出手太豪横了，竟然又买了5栋别墅。另外，我已经把一个文档发到你的邮箱里了。等人员稳定以后，你就按照我注明的去搜集证据，然后对相关联的人员进行保护。老板，我好像没有告诉过你我的邮箱啊。浩辰也是发觉自己好像是有点先知先觉了。那个，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交给你的任务能不能完成。保证完成任务。那好，我期待着你的好消息。说完之后，浩辰就转身离开了。王斌、于勉则跟在其后。好悬啊，看来以后自己可不能做这种超越别人认知的事了。老板，我们去哪里？去光明村。好的，老板。浩辰去光明村是有目的的，因为他要在那里偶遇一位大人物，这还是他在后世那位大人物的传记中看到的一些线索。车子刚行驶到一半，浩辰的电话响了起来，是王根成打来的。浩辰老弟，你这是忙什么去了？你不是说今天的运气比昨天更好吗？怎么没来玩啊？今天恐怕是不行了，我这边有点别的事情。有什么事情能比赢钱还重要啊？你弟妹吵着要跟我离婚，我得先把家里的事情处理了，不然赢了钱也没人帮我花呀。
有钱了还怕没有老婆吗？只要你赢了钱，那身边的女人是不会少的。你信哥哥的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行，万一我要是输了，那钱也没了，媳妇也没了。我要先把媳妇哄好，明天一定到位。那好吧，明天你一定要来玩啊。挂断电话后的浩辰冷哼了一声，还想要套路自己，真当自己还是以前的浩辰吗？浩辰来到光明村后，就自己走到了河边。此时，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女孩在漫无目的的溜达，浩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处藏了起来。此时，不远处的桥上，一个年近50的中年男子正向着女子望去。此人正是现在是榕江市的一把手汪明辉。汪书记，河边那个女子就是你要找的人。李秘书，你确定吗？确定。您与前妻离婚了，农村老家，后来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他想过要找您的，可是那时候您已经再婚了，于是独自生下了眼前的女子。那她叫什么名字啊？她叫汪盼盼。汪盼盼，她竟然让女儿和我一个姓，是盼望着我能认这个女儿吗？她当年吃了很多的苦吧？是的，她在汪盼盼18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后来汪盼盼进城打工，她的丈夫在工地上出了事故，王盼盼无依无靠，只能拿了赔偿金带孩子回来光明村，一晃就是5年。那个小孩就是我的外孙女吗？是的，汪书记，她叫李雨桐。雨桐，彤彤，很好的名字。就在这时，孩子一不小心掉到了河里。桥上的2人看到这一幕，全都被震惊了。汪盼盼惊慌失措之下，直接就跳进了河里。可他忘了自己根本不会游泳。就在他绝望的时候，一个身影直接游向了他的女儿。看到女儿被救后，他释然了，只希望女儿能有一个好人家收养她。渐渐的，他失去了意识，救下孩子后立刻返回，跳进了河里，将女子拖到岸上。就在浩辰做急救的时候，2男子也跑到了。女子连续吐出大量的水，也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彤彤，彤彤，我的彤彤呢？你女儿没事。中年男子见女儿和外孙女全都得救了，开始细细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浩辰知道中年男子在看自己，起身就要离开。等一等，你是哪里不舒服吗？没不舒服，谢谢你救了我们母女俩，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对你来说是小事，对我们来说就是救命之恩，还望你能将名字告诉我。好吧，我叫浩辰。也谢谢你们想来救我。我叫汪明辉，你知道我是谁吧？汪盼盼整个人都懵了。母亲去世前室友告诉过他，说他的爸爸叫做汪明辉，生活在榕江市，所以在母亲去世后，他就来到了榕江市。我知道你是我的爸爸。浩辰先生能送我回家吗？你的家人在这，就用不上我了吧？用得上，是你在我们娘俩最无助的时候救了我们，所以想让彤彤认你当干爹，不知你意下如何？汪明辉也看着浩辰，他很尊重女儿的选择，毕竟如果不是眼前的这个人的话，那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都可能不在人世。好吧，正好我也有一个5岁的女儿，就不妨再多一个干女儿了。彤彤，快叫干爸。干爸爸好。彤彤乖，等去了市里，干爸再送你见面礼。我先送你们回家吧。于是浩辰抱着彤彤，几人一起往汪盼盼的家走去。等到家时，汪明辉也是一惊，没想到女儿的家竟然这么破，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的人家。女儿，你就住在这里吗？我在来找你之前，就听说了女婿的事情，你不是拿到赔偿款了吗？我一共就拿到18万的赔偿款，婆婆去世前病了1年，现在也所剩无几了。什么？一条命就只给了18万吗？这就18万，还是看在我大肚子的份上才给的，不然都拿不到这么多钱。之前有一个人也出了事故，结果他家才拿到14万赔偿款。你告诉我是哪家地产，我去帮你讨回公道。众和地产，不过爸爸你不要帮我讨公道，他们不是好惹的。浩辰听到竟然地产也是一惊，在后世因为汪盼盼没有认汪明辉，所以并没有现在的这个桥段。看样子因为我的出现改变了很多原来的轨迹。他们威胁过我，拿完钱这事就不许再提了，还让我签了协议。那当时为什么不往上告呢？没有用的，之前出事的那家就去找过，结果不但没用，还被打了一顿，我挺着大肚子也没能力和他们斗。你放心，爸爸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的。那协议不作数，你就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了。虽然汪盼盼不知道自己父亲是做什么的，但感觉他应该是很有能力。就在这时，一个男子走了进来，此人穿得痞里痞气的，一看就是光明村的街溜子。怪不得你不答应我的追求呢，原来是想靠自己的身体去赚钱啊！我就不知道一次接待3个人能给你多少钱啊！孙二狗，你嘴上积点的，别得不到就诋毁我。是我诋毁你吗？我早就听说你在榕江市的时候就是坐台的，还不知道彤彤是不是老李家的种呢？我只是在 KTV 当服务员，并不是坐台。你有没有卖过啊？据说那些老板都有钱，你长得这么好看，他们能不花钱包你吗？小子，你说什么呢？信不信我报警抓你？老逼登你报啊！我1没偷2没抢3也没对王盼盼动手动脚，凭什么抓我？我真是后悔！要知道王盼盼是这种女人，我就霸王硬上弓了。
汪盼盼委屈的流下了眼泪。这个孙二狗三番两次的调戏自己，今天就是为了躲避孙二狗才带着女儿去河边的。看什么？你个老壁灯来打我啊！听到孙二狗有这种要求，浩辰二话没说，直接骑在孙二狗的身上乱拳开打。汪明辉此时这个景气，要不是自己的身子，自己都冲上去打他一顿。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我错了。你哪里错了？我不该缠着王盼盼，我不知道他是大哥你的罩着。浩辰直接上去又是一脚。再敢乱说话，后槽牙给你镶屁股里！现在给我滚！大哥，我错了，我不乱说话了，我滚，我现在就滚。孙二狗起身就踉跄的离开，就拿起电话。浩辰先生，你快点走吧，他表哥在警局里工作，只能他孙二狗欺负别人，别人欺负不了他的。我倒要看看谁这么无法无天。李秘书给赵局打个电话，就问他工作是怎么做的。好的，我现在就去打。浩辰知道这个赵局名叫赵亮，是警察厅的一把手，而这个赵亮就是何彪的保护伞。李秘书走到屋外，拨通了赵亮的电话。李秘书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是有什么吩咐吗？汪书记让我问问你，你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另一边的赵亮也是一懵，难道是自己做的什么事情传到汪书记的耳朵里了吗？还请李秘书明示啊！汪书记来光明村探亲，一地痞混混当着汪书记的面调戏良家妇女，一男子路见不平，于是两人便扭打起来。混混被打跑后拿起手机报了案，并扬言自己表哥在警局工作，是要把救人的英雄抓进去，所以汪书记才让我问你，你的工作是怎么做的？赵亮也是吐出了一口气，这种下面人的错就算是算长你头上的。李秘书放心，我现在就给辖区局长打电话，一定给英雄一个交代。而此时几名警察已经到了汪盼盼的家中。警察同志，就是他把我打成这样的。是你把他打成这样的吗？是我，怎么了？把人给我带走。两名警察便要上前把浩辰带走。不分青红皂白就抓人嘛，你们也不问问他为什么会被打成这样呢？无论什么原因，打人就是不行。那阻止暴徒恶行，见义勇为而出手也是犯法吗？你说他见义勇为，他就是见义勇为吗？有证据吗？我可以作证。我也可以作证。我是受害者，我也可以作证。那名警察没想到一下子站出来3个人证，可是就算再站出来3个人也是没用的，因为在这个地界上，他就是王法。你们可要想好，做伪证可是要负责任的。既然你们做伪证，那就一起带走吧。汪明辉也是没想到，这人连问都不问，直接就给自己按上做伪证的罪名。都给我住手！就在此时，光明村的局长火急火燎地赶了进来。领导，您怎么了？来了，我要是不来的话，那你是不是把所有人都抓走啊？这个人动手打人，而其他3个做伪证。这局长此时气得真想扇此人一个大巴掌，但考虑到汪书记就在跟前，还是忍住了。这个案子你不用管了，等着回去接受处罚吧。现在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办案的。见顶头上司发威，他也就没再说什么，只能默默地推到一边。孙二狗是你打的吗？是我打的。那你为什么打他？他调戏良家妇女，我见义勇为。谁是受害者啊？我是。他说的是实情吗？是的，他说的是实情。你们2位看到事情的经过了吗？看到了。那是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呢？是的，就是他说的那样。那好，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了。你叫什么名字？浩辰。孙二狗调戏良家妇女，浩辰见义勇为，把孙二狗给我抓起来。哦，我也冤枉，表哥就我啊，他是我表哥。最嚣张的那个警察，现在都想找个耗子洞钻进去，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对手。您听我解释，我肯定是按规章办案的。冤枉好人，袒护自己弟弟，这就是你的按章办案吗？你被革职了，等着上面对你的调查吧。如果你做了犯法的事情，就等着去吃牢饭吧。孙二狗被带走，局长知道汪书记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也跟着回去处理孙二狗表哥了。收拾东西和我回榕江市吧。你们收拾吧，我还有点别的事情，就不和你们一起走了。那好吧，爸爸，你把浩辰先生的电话存一下，我的手机被水泡了。浩辰先生大恩不言谢，我叫汪明辉，有事可以随时找我。既然我外孙女叫你一声干爹，那你就叫我汪叔叔吧。好的，汪叔叔。李秘书，你俩互相留个电话。于是浩辰和李秘书互相留了电话后就转身离开了。因为下水救人，再加上跟混混打了一架，浩辰回家倒头就睡。浩辰老弟啊，过来玩会啊。我今天也去不了啊，昨天刚把媳妇给哄好，答应我先不离婚了，我不能第2天就去耍呀。你什么时候这么听媳妇的话了？以前你可负3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今非昔比了，以前是怎么打他都不会提离婚，现在是要真的和我离婚。老哥，你不会让弟弟我打光棍吧？那好吧，你赶紧把弟妹搞定，过几天你的好手气就没了。一定的，明天一定要过去玩。此刻的地下赌场，孙兴龙正在王根生旁边听着。这小子不会是赚到钱不来玩了吧？不能，以我对他的了解，这小子如果不输光，肯定不会住手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他都2天不来了。他说的可能是真的，他媳妇在跟他闹离婚，他媳妇我还是见过的，别看生过了一个孩子，那真是一个美人坯子，比我们夜场的女孩强多了。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看，那等到明天把他的钱榨干后，高低要让他媳妇去坐台。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知道你个老小子肯定没安好心。这不是我们的日常操作吗？而另一边的浩辰挂断电话后，直接去了寿衣店。老板开着装有冥币小货车跟在后面，把货卸到了19栋门前，然后让李超叫几个人把装满冥币的编织袋都搬进河标的19栋。啊，一会你带队将20栋里的编织袋装20个，跟着我，切记一定要保证里面货物的安全。好的，老板。浩辰今天打算把别墅内的钱全花掉，只有把钱花掉那才是钱，还能用钱去生钱。他的目标就是资金链断裂的天海地产。天海地产，浩辰让其他人在外面等着，而自己则独自走了进去。请问你找谁？我找天海地产的老板曹冲，我听说天海公司想要对外出售，所以过来了解了解。先生你好，我就是天海地产的老板曹冲，不知道先生贵姓？我叫浩辰。浩辰先生你好，走咱们办公室里谈。天海地产老板办公室。曹老板，刚才上来的一路上，我咋没看到一个工作人员？那个实不相瞒，公司出现了资金问题，我给他们全都停薪留职了。如果公司能卖出去，他们随时可以回来上班；如果公司破产的话，那也就自动离职了。浩辰也是一阵心凉，他知道天海地产资金链断裂，可是没想到竟然困难到这种程度。你公司账上一点钱都没有了吗？如果有钱，我也不至于让他们回家。不仅账上没钱，公司现在还欠万，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公司卖掉的原因。你就没想过跑路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跑路，既然是我的责任，那我就会去承担。就算最后资不抵债，那我也会慢慢把钱还掉。浩辰竖起一个大拇指，曹冲微微一笑。那曹总说说吧，你打算多少钱出售？如果你真想收购，就15个亿，其中10个亿是银行的欠款，只要你把这个贷款接过去，然后你再付给我5亿就可以。公司欠的账怎么办？除了银行的贷款以外，公司所有的外账都算我的，我会直接用这钱结清外账，保证交给你一个干净的公司。15给1这个价格还算公道，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这样我还一口价，除了背那10亿贷款以外，我最多能出4.5个亿。曹冲陷入了沉思，这个价格还完账后，顶多还能剩1000万，如果不卖掉，那就要破产清算。别说剩1000万，身上还要背着几个亿的外债。好吧，就按你的价格来成交。那好，你准备一下公司的财务信息，我要审核一下。浩辰总懂财务，略懂1、2。那好，我让财务人员来配合你。于是曹冲当即给财务人员，得知公司要被卖掉后，财务那边兴奋，直接打车就往公司。曹总，一会财务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我就能把钱全都给你，咱们直接就去办手续。你也给那些要账的打电话，让他们来公司取钱吧。靠，没想到浩辰先生办事这么有效率。不过浩辰先生最好能够拿现金来，这样方便给他们结账。没问题，我在外面的车上就有2000万，先当做定金，过完户后我让他们再去提钱。浩辰也是一乐，正好自己的钱就是现金。财务人员到公司后，就开始配合浩辰查公司的往来账目，没到20分钟就把财务账给审完了。曹总今后有什么打算啊？女儿在国外读书，以前开公司没有时间陪她，现在有时间去国外陪读了。毕竟一个女孩子在国外，我也不放心。决定哪天走了吗？我去送你。明天就走。浩辰总的心意我领了，刚刚接手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再说我也没多少东西，轻装上阵闯米国。此时曹冲从兜里取出了一张邀请函递给浩辰。这是一张原始拍卖会的邀请函，你可以去看看，里面都是有头是几个人也是好的。浩辰心中一喜，他知道这个原始拍卖会，据说这次拍卖会开出了2块帝王绿，一直忙到晚上10点才办完所有的手续。回到家，妻女都已经睡着了，但看到桌子上给自己留的饭和菜，浩辰不自觉地笑了起来。次日一早，浩辰刚准备起身去原始拍卖会，王根成的电话又打了进来。一天一个电话真是烦人，看来得让他们消停一阵子，不然可没那么多荒可以撒了。王哥，这么早打来电话是有什么事情吗？浩辰老弟，你今天不说要来玩吗？几点过来啊？哎呀，王哥，我还想着给你打电话说一声呢，我最近可能是去不了了。这又为什么啊？是这样的，昨天我一朋友找到我，说是拿下了天海地产的一个工程，让我和他一起做，我就同意了。等我工程做完后，拿着大把的钱再去玩。你小子懂工程吗？怎么又开始做起工程了？不懂啊，但是我朋友他懂，他保证我1个月能翻10倍。你说这种生意我不做吗？这么多，那你小子岂不是要发财了？王哥，你也是知道的，我这人是发不了财的，有钱也是存不住的。我现在手都痒痒的不行了，要不是把钱投入到了立马过去找你。那好吧，挣钱是正事，等挣到钱再来玩吧，反正也不急于这一时。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赚到钱后我就能大杀四方了，到时候把他们的钱全赢光。我相信浩辰老弟是有这个实力的，那就先这样，1个月后我再找你。孙兴龙见王根成挂断了电话，显得满脸着急。什么情况？是不是还是不来啊？他说和朋友包了一个工程，预计1个月的时间能够赚10倍，所以把钱全都投进去了。这你也能信？
成你是被他给耍了，什么包工程都只是一个借口，他就是不想来玩了。那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这个肥羊要是宰不到的话，你负有直接的责任，你就等着受到彪爷的惩罚吧。王根成也是被吓了一跳，要知道彪爷的手可是很黑的，如果这是真办砸了，那肯定是要吃些苦头了。王根成沉思了一会，决定要找浩辰探探虚实。我找时间去见他，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翡翠原石拍卖会现场，浩辰发现了何彪的身影，而何彪身边站着一个中年男子，虽然是戴着口罩的，就认出了此人。这人正是警察厅的一把手赵亮。这不是浩辰总吗？怎么你也来参加原石拍卖会了？浩辰眉头紧锁，此人名叫江西瑶。浩辰之前经营过一家大型印刷厂，正是被他收购的。而江西瑶旁边的人，正是超凡广告公司的老板郭阳，也是妻子刘淼的老板。朋友出国了，于是就把邀请函送给我。你也知道的，我也没什么事，所以就来凑凑热闹。浩辰总最近没去玩2把吗？我可是听说了，浩辰总的赌技非常的好，总是能够大杀四方的。浩辰怎么会听不出他话里的意思？还可以吧，我最近的手气不错，赢了点钱。不过和江总比起来，我这点钱就不算什么了。你还真是不要脸啊，能把赌博说的这么光荣，怪不得你会把公司卖给我。江总，我好像是没有惹到你吧？你不用这么对我说话吧？你就是惹到我了。这个原石拍卖会是你能来的地方吗？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你还以为你是原先的浩辰总吗？原石拍卖会我为什么不能？这里的人哪个没有上千万以上的身价？可你呢？你银行卡里连1万都没有吧？真是一条烂鱼腥了我们这锅汤。你才是烂鱼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要不是你耍手段，我的公司会变成你的。是又怎么样？成者亡败者寇，商场如战场，你自己技不如人，你能赖倒谁？旁边的郭阳通过两人的对话听出来，江西瑶现在经营的印刷厂以前是眼前这个人的，他有点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于是转身就离开了。郭总你干嘛去啊？郭总你等等我啊。很快拍卖会正式开始，每一块原石都有很多人竞价，何彪也是频繁出手，近半成的原石都被他拿下了。18万1次，18万2次，19万，我出20万，20万1次，20万2次，20万3次成交。浩辰去交钱办手续，这时江西瑶发现拍下这块石头的竟然是浩辰。想要靠赌石改变命运吗？真是一个赌徒，简直是白日做梦。接下来的几块原石浩辰都没有出手，直到万的原石时，浩辰又举起了手，最终以30万的价格成交。很快就到了解石的环节，在得到浩辰确定要现场解石的答复后，谢石师傅就开始了。有了，有什么了？帝王绿。主持人赶忙凑上前去查看，再发现确实是帝王绿，于是扭头看向浩辰。先生，已经出现帝王绿了，您是否还要解石？解，全解开。所有人全都看向台上，他们也是很久没有遇到帝王绿了。江西瑶见浩辰的原石开出来帝王绿，也是眉头紧锁。这是什么狗屎运，竟然能出现帝王绿？不过很可能就是这么一脚，臭赌徒还能有好运，真是笑话。郭阳此时也是看了一眼浩辰，他突然觉得这个被江西瑶称为浩辰总的人并不像一个赌徒，而更像是一个沉着冷静的人。先生您好，我是3金珠宝的刘金水，这是我的名片。不知道刘总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你的这块原石要卖吗？我对你的这块原石很感兴趣，所以能卖给我吗？我虽然打算卖掉，但是现在，所以我打算等解完之后再卖掉。兄弟，其实解石也是有风险的，现在如果你肯卖的话，我愿意出800万，你觉得怎么样？赌石，我还是喜欢赌的感觉。那好吧，浩辰先生想卖的话随时找我。有一面帝王绿。所有人都惊到了，两面出现帝王绿，现在这块石头起码是值2000万。又一面帝王绿，又是一面帝王绿。在大家的关注下，工作人员开始处理边边角角。20分钟后，一个巨大的帝王绿呈现在人们面前，直接就轰动了全场。先生，您的帝王绿要出售吗？出售，起拍价6000万。那现在就开始进行拍卖，4面帝王绿翡翠大砖头，起拍价600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1000万。我出7000万。8000万。8000万就想买4面帝王绿翡翠，简直笑话！我出1个亿。此时的何彪紧盯着旁边的警察厅一把手赵亮，看得出来此时的赵亮恨不得把这块帝王绿镶眼睛里取。我出1亿2000万。1亿2000万2次，1亿2000万3次成交。浩辰知道何彪拍下这块帝王绿应该是送给赵亮的。年轻人运气不错吗？浩辰眉头紧锁地看着何彪，他现在很想上去就把何彪打趴下，但是他忍住了，他不会让何彪就受这么一点皮肉之苦，他要让何彪付出更多的代价。还可以吧，偶尔运气会爆棚一下的。有钱了也要会理财，如果想理财可以打我的电话，保准让你的钱能够生更多的钱。好的，何总，在这先谢过何总了。浩辰先生，您的第2块原石还解吗？当然要解。
于是第二块原石开始解释，虽然大家觉得这个年轻人的运气很好，但谁也不认为有人能连续开出2块帝王绿。半个小时后，所有人全都震惊了，一个完整的帝王绿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块帝王绿较上一块要大很多，大家全都卯足了劲想要将其拿下。经过数轮竞价后，最终流金水以 1.6 亿的价格竞拍成功。浩辰先生真是好运气，这原石能开出极品的概率都是1/1000，而浩辰先生竟然一次开出了2个帝王绿，运气好。可能是我今天的运气确实不错，今天沾到了浩辰先生的好运气，让我也成功拿到了1块帝王绿，对此我还是很感谢你的。刘总真是客气，是你花针金白银竞拍所得，和我没什么关系的。要不是你开出了帝王绿，就算是我有钱也是买不到的。刘总要是这么说，那我就不说什么了。浩辰先生，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吧。就在浩辰跟刘金水互相寒暄的时候，有一个人正恶狠狠地注视着浩辰，那就是江西瑶。他来到一个中年男子的身边。你好啊。你好。你说那个人的命怎么那么好呢？一下子开除了2个帝王绿，我记得你是不也竞拍那块原石来着？是我。那真是可惜，本来应该是你的，结果让他给捷足先登了，不然你的身价就过亿了。是啊，那本来是我的。这就是命啊，看来命中注定有人劫你的财，要不然你是不是成为富豪了？豪车豪宅美女，那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啊。男子可是听完女子的话后，他也觉得是前面的那个人劫了自己。郭总你好。你认识我？算是吧，你不是超凡广告的老板吗？只是想和你认识一下。不好意思，我对于赌博的人没什么兴趣。啊，莫非郭总也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吗？我不是戴着有色眼镜，而我确实不喜欢和赌博的人做朋友。那郭总就不赌吗？我从来不赌。赌牌是赌，那赌球是赌吗？玩麻将是赌，那赌石算赌吗？谁的人生不是在赌？赌命运，赌时间，赌未来。难道你出生就被规划好人生了？难道你不需要为生活而赌吗？你不需要，因为你不缺钱。我需要，因为我需要钱。赌并不可怕，怕就怕在不知道适可而止，而我恰恰是知道分寸的人，所以我赌的是命运。郭阳眉头紧锁地看着眼前的人，他觉得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赌徒那么简单，因为赌徒是说不出来这样的话的。好吧，我们见过2次了，也算是认识了，这总可以了吧？郭总今天是自己开车来的吗？我奉劝你一句，你的车子有问题，如果你要开车的话，货的。什么？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你觉得是那就是，你觉得不是那就不是，就像别人不相信我能开出2块帝王绿是一样的，而我做到了，言之如此，多说无益。说完之后，浩辰就转身离开了。其实浩辰想和郭阳认识，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妻子在郭阳的公司上班。至于浩辰说的车祸问题，这在后世确实是发生的。浩辰刚走出会场，一名青年手里拿一支笔迅速向浩辰冲来，眼看他马上要得手，突然一个飞脚直接将他给踹飞了。男子吃痛的躺在地上，而身子上还压着2个人，瞬间就有点泄气了。是不是有人告诉你，我抢了你本该属于你的帝王绿？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么年轻是不会轻易做出傻事的，要不是有人撺掇你，你岂会袭击我？他没有撺掇我，而是你真的抢了本该属于我的帝王绿。你参加的是拍卖会，价高者得这个道理你不懂吗？你这么年轻就蓄意谋杀，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吗？我没有要谋杀你，我只是想教训你一下。拿这么尖的东西往我的脖子上扎，难道就是教训我吗？你被人当枪使了，那个女人和我有仇，你真是傻呀。年轻男子一下子清醒了，起初他只是觉得自己运气比较差，要是多一点钱就好了。是那个女人主动找上他，然后刺激他仇恨眼前的人。我真的是傻，那个臭女人竟然害我。我今天本可以把你送进监狱，但是我看你实在年轻，不忍你的前途就这么毁了。以后自己长个心眼，可千万别再被坏人蛊惑了。放开他吧。于是王斌等人放开男子，没再搭理他，众人转身就走了。老板，就这么放过他吗？能受人蛊惑来报复我，说明这个人心理素质极差。以此人的性格，大概率是会找蛊惑他的人报仇。就算是普去的话，那我们也是没有损失的。老板，你太厉害了，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想到这么一招。其实也是他确实年轻，我送他进去吃牢饭也真是于心不忍的。另一边的男子坐在地上，他现在恨极了那个女子。臭女人，你不是说自己开了一家大型印刷厂吗？还我有空去玩，那我就去你的印刷厂好好玩玩。而此时的江西瑶来到郭阳身边，他怕浩辰在郭总面前说自己坏话。超凡广告可是硬，他可不希望被浩辰给搅黄了。郭总在想什么呢？刚才我看浩辰来找你了，他找你做什么啊？他说我的车今天会出事故，让我不要开车。他说话你也能信啊？他就是一个赌徒。如果你不放心的话，那我们2个换车开，正好我要去您的公司办一些事情。不用，我打个车回去就好。打什么车？就这么定了，我们2个换车开。说完，江西瑶就直接上了郭阳的车，直接一脚油门开走了。郭阳开着江西瑶的车走在前面，但他总是通过后视镜去看自己的车。
这都是多公里了，车子也没出现问题，看样子那小子就是个虚张声势。距公司还有5公里，江西瑶开着的车突然加速，装向前面的地下入口。等郭阳跑过去，整个人都懵了，赶忙拨打交警、保险公司和急救中心的电话，最后电话打给了自己的好兄弟唐明。唐明，你在哪里？我在公司呢。我给你说个事情，我刚才差一点就出车祸了。什么情况啊？我和江西瑶一起参加人事拍卖会，叫浩辰的人，他的印刷厂原先是这个叫浩辰的。这和车祸有什么关系吗？听他们谈话，好像是江西瑶用了一些手段拿到的印刷厂，之后这个浩辰就变成了一个赌徒，好像是每天拿赌博当上班似的。我说兄弟，你能不能说重点？车祸才是重点，重点啊！你咋这么磨叽？好，我说重点。他主动找到我说我的车今天会出车祸，江西瑶知道了就提出和我换车开，结果真出了车祸，现在江西瑶还生死未卜，在车里等着救援呢。你说什么？竟然有这种事？那这个浩辰也太神了吧！我真想认识他。老兄，你的脑回路是不是有点奇怪？你的兄弟我差一点就没命了，你不但不安慰我，你还想着认识他。你不是还好好的给我打电话吗？郭阳，我可告诉你，一定要和这种人处好关系。等你处理完了之后来找我，和我说说那个浩辰长什么样子，是不是牛头马面？你想什么呢？还人脸马身呢？人家长得比你还帅。不和你说了，就我电话。郭阳在救护人员的救助下，江西瑶被送到了医院，又配合完交警和保险公司之后，就开着江西瑶的车去找唐明了。你按我说的给那个浩辰打电话了吗？还没有，我一时没想好该怎么说。你就按我教你的说就可以。于是郭阳拿起电话拨了过去。浩辰见是郭阳打来的，就知道郭阳是听了自己的话，不然这个时间应该会在医院抢救。喂，郭总是有事吗？那个浩辰总，谢谢你提醒我，不然出车祸的就是我了。郭总的话我没听懂，难道车祸发生了，而出车祸的另有其人？是这样的，江西瑶非要和我换车开，结果出了车祸，现在已经被送进医院了。浩辰听到后差一点没笑声出来。这真是老天有眼啊！出车祸的竟然是江西瑶这个心机女，这也太解恨了。那郭总真是好命啊，有人替你受灾了。不管怎么样，我是要谢谢你的，要不是你的话，进医院的可能就是我了。我想请你吃个饭，不知道浩辰先生有没有时间啊？有时间，一会你把位置发到我手机上吧。好的，那我们就……见郭阳挂断了电话，唐明略带得意地看着郭阳。你看看，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啊！送他个什么礼物当做答谢呢？你笨啊！你想想，男人都喜欢什么？房子、车子、女人。我真是服了你了，你是真俗啊！你想想，他都能去赌石，那就肯定是喜欢古董的啊！你送他一件古董，他不香吗？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走，你陪我去买一件古董送他。去方斋古董店。方老板，最近有没有好点的物件了？郭总，您看这幅画怎么样？别看它是上个礼拜刚画的，但画工很是精湛，我给它取名二爷的公路赛，很有收藏价值的。郭阳看了一眼，也觉得这幅画是极好的。这幅画多少钱？郭总，您都是老顾客了，40万给你怎么样？好，我要了，给我包起来。榕江市最好的饭店江月楼，浩辰在前台的引导下，来到郭阳预定的包间。浩辰先生，这是我的朋友唐明，听我说了你的事情，想要和你认识一下，没经过你同意就把浩辰先生见谅。浩辰在后世的记忆中检索了一下，也是没有这个唐明的信息，看来后世和这个唐明是不认识的。多个朋友多条路，我这个人还是很喜欢交朋友的。那我就放心了，浩辰先生，首先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浩辰先生打开看看吧。举手之劳的事情，郭总你太客气了。浩辰将画展开，浩辰整个人都懵了，他记得很清楚，这幅画就是后世比较出名的那幅画中画，他在后世是见过这幅画的原图的，所以才能一眼就认出来。此画名为二爷的公路赛，虽然是上个礼拜的，而且作者不详，但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最重要的是这玩意防水，很有收藏价值。这幅画我很喜欢，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先谢谢郭总了。浩辰先生能够喜欢就好。既然咱们都认识了，就不要浩辰先生、郭总的叫着，这样很生分的，咱们直接称呼名字就可以了。我看这样挺好。对了，浩辰哥，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车有问题的？浩辰想到他们会问自己这个，之前已经编好瞎话了。当时我见郭阳印堂暗灰，就猜测他今天会遭遇意外，后来得知他是自己开车来的，便猜测是车子有些问题，没想到真的让我猜中了。浩辰哥，你还会算这个？略懂一二，也就是一些皮毛而已。二位贤弟不必惊讶，低调，咱们低调些。那你给我看看呗，我的命怎么样啊？这玩意可不能随便算，要等到有事才能行，不然算出来也是不准的。那好吧。对了，浩辰哥，我这次躲过了一劫，是不是就没事了？浩辰沉思了起来，按照后事的发展，郭阳在住院期间，他的公司因为一次危机差点破产，虽最后存活了下来，
但却沦为一个三流广告公司。你还有一个结，你的公司将会遇到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可能会让公司破产。能让我公司破产的危机？是的，现在如果做好规划，应该还是可以避免，但再过几天就不好说了。浩成哥，你就别卖乖子了，到底是什么危机啊？我问你，广告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创意啊。如果郭阳公司出的推广方案，那结果会如何呢？那肯定算是剽窃啊！不但合作公司那边会追求我们的责任，产权方也会追究我们的责任。你是说我们的推广方案可能会侵权？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你可以想一想，如果出现这么一件事情，那你的公司会面临什么？郭阳陷入了沉思。其实浩辰说的这种情况是所有广告公司最怕的。如果真的侵权，不但名声扫地，还会赔付巨额的赔偿金。他想想都觉得可怕。浩成哥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是会发生的啊！你赶紧回去查查是哪个推广方案。浩成哥说现在还来得及。现在不要去查，你们现在正在做的项目应该不止一个。如果现在调查，就会打草惊蛇。而且我怀疑这是别人给你设的一个局，设局人都没有现行，你做再多都是没有意义的。那就这样等着嘛。凶若蛟虫不可逢，动变凶关万事凶。避乱许安时可得，关宋从今了变休。入暮愁疑无散日，逢冲转祸变成欢。浩辰装完毕，突然发现郭阳和唐敏全都瞪大眼睛的看着自己。浩辰哥，你刚才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在郭阳的公司有一个类似兄弟的人会对他不利，一旦他做成的话，就后患无穷。如果能够规避这种事情的发生，那也就没有了关宋，坏的事情也会变好。公司里也没有和我能称得上兄弟的人啊！你是不是傻啊？你不是经常在公司跟那个副总王伟斌称兄道弟吗？这个时候宁可错杀100也不能放过一个，先开了他。他可是从公司建立就跟着我的，不太可能背叛我啊！就算是像浩辰哥所说的那样，现在敌在暗我在明，就算是开除他也是无济于事啊！你只要找到他和对方公司勾连的证据就可以了，你可以找私家侦探跟踪他。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如果对方特意给你做套的话，在没找到证据之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不然我也帮不了你的。我知道了，浩辰哥，谢谢你，认识你真是我的荣幸。是啊，浩辰哥，你真是我的偶像，你这个大哥我是认定了。我算的也是时准时不准的，你们听听就好，不用太当真。认识你俩我挺高兴的，今天就让我们不醉不归。你准不准？来，浩辰哥，咱们不醉不归。于是三人把酒言欢起来。可就在三人喝酒的时候，江西窑的印刷厂却着起了大火，因为印刷厂里全都是易燃物品，火势蔓延的太过迅猛，都没等到消防队，整个印刷厂就被烧成了灰烬。而另一边，浩辰在陪郭阳和唐明畅饮的时候，王斌的电话打了过来，浩辰借口上厕所便走出去。老板，你说的那个人走出会场后，我们就跟踪了他，结果发现他去了湖畔别墅。你说他去了湖畔别墅？他去了哪一栋？第10栋。原来湖畔别墅的第10栋是你小子的，你们做得很好。老板，湖畔别墅是我们的大本营，所以我们派人在那多监视了一会，发现有人把一个大箱子送到了第10栋别墅中，而且别墅中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子。这老小子虽然长得年轻，但也有50多岁了，而且他是有老婆的。如果在别墅中有年轻女子的话，那多半是他在外面养了个小的。差不多是老板你分析的那样，他们2个人行为举止非常的亲密。多派一些男子进出别想办法给我搞到他们亲密的照片。放心吧，老板，我知道该怎么做的。挂断电话的浩辰的心情非常不错，回去后就开始主动的推杯换盏起来，直到让郭阳和唐明大呼喝不动了，三人才各回个家。老婆上班，孩子上学，浩辰独自一人在阳台陷入了沉思。在手里有干净钱了，是时候将湖畔别墅剩余的房子全都收过来，这样何彪就不会怀疑自己动了他别墅中的钱。想到这个，浩辰拿起电话打给了置业顾问董洁。浩辰老板这么早就打来电话，是有什么指示吗？需不需要我现在就过去找你啊？你先收起你那股浪劲儿，我问你，你们别墅区还有多少别墅没卖出去了？就移到30号和91号到100号卖出去了，现在还有60栋没有出售。也就是说，从31到90号还在是吧？我全都要了。不过这次我要和你们老板谈一谈价格，你帮我约一下他吧。什么？浩辰老板，你要把剩下的别墅全都买了？是的，只要价格合理，我会全买下来的。那好，我现在就去，就联系我们老板。等我。挂断电话的董洁立刻找到售楼处的销售经理，经理立刻拿起电话打给了何彪。谁这么没有眼力见，这么早就给老子打电话？你最好是有事找我，不然我保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老板，有人要把我们湖畔别墅剩下的60套别墅全都买下来，不过他想要跟你谈。何彪立刻精神了起来，要知道别墅的销售既耗时又耗力，如果能一次性销售出去，那就省事多了。他想出多少钱啊？他没说，他想要约个时间和你面谈，估计是想要个底价。那好，就约在10点吧，你通知他吧。接到董洁的回复，浩辰看了一眼时间，有2个多小时，于是打算到自己收购的天海集团看一眼。
浩辰刚上车，恰好被刚赶来的王根成看见。这辆车正是王根成带浩辰去做的抵押，所以他认识，便开车跟在了后面。老板，后面有个车跟了我们5公里了。你确定他是在跟着我们吗？是的，在跟了我们2公里的时候，我就开始偶尔加速，偶尔减速，可后面的车依然是跟得很紧。浩辰听到王斌，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王根成的车。不用管他，还是去地产公司。好的，老板。一会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兄弟，我们到了地产公司后，如果跟踪我们的那辆车离开了，让他们找个机会让那辆车撞到我们的车，然后揍他一顿。老板，你这招是真狠。车子开到天海地产公司以后，浩辰下车便径直走进去。难道这小子真承包了天海地产的工程？不然他一大早来天海地产干什么？等他赚了大钱肯定会来赌，那时候肯定是要比以前还要飞。想到这的王根成就发动车子往赌场开去。此时的王根成非常兴奋，自己放掉的一条小鱼即将变成一条大鱼。孙兴龙啊，孙兴龙，你就等着吧，等把浩辰榨干后，我就能得到彪爷的赏识。这地下钱庄也该换个负责人了。正得意的王根成突然看到前面的车不动，一声巨响，王根成的车撞到了前面的一辆车上。你怎么开车的？怎么倒车撞我呢？我的车现在都撞成这样了，你得赔偿。明明是你追我的尾，是你赔偿我才对，怎么让我赔偿你呢？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可以的，我们彪爷就是王法，反正这里也没有摄像头，我打你一顿，你也是一点办法没有。说完抡起流星锤就向田志刚追去。王根成见这人只知道躲闪，于是更加卖力地追着田志刚。突然田志刚停了下来，没等王根成反应过来，一拳直接奔着王根成的头打过去。就当王根成伸手准备格挡时，田志刚直接就照着王根成的裤裆来了一脚。王根成瞪大了眼睛，身体紧绷地蜷着腿痛苦哀嚎起来。田志刚并没有再动手，而是装成跟害怕的样子。而此时王根成的裤裆都渗出血来。警察赶的时候，田志刚的同伴手里拿着一个摄像机。警察看完整个过程，认定田志刚属于正当防卫，留下田志刚的电话后便放弃离开了。田志刚，你演的可真像。如果我要是不知道你的身手的话，估计都相信你是被欺负的才正当防卫的。王斌让于勉特意嘱咐我，让我把这个人给废了。我刚才那一脚下去，他肯定的断子绝孙了。你是真狠啊！我看到那一脚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就那个人长得那熊样，以后做个变性人都做。回去复命吧。老板说他也想看看这个录像。另一边，浩辰来到天海地产大厅，2名女子穿着职业装正坐在前台。先生，请问您有何贵干？我是你们老板，你说我有何贵干？老板，你说你是我们老板。是啊，公司已经卖给我了，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我们知道是知道，但是还没有见过老板长什么样子。现在见到了，我就是这里的新老板。说完，浩辰也没搭理二人，直接朝着电梯走去。他真的是老板吗？我也不知道啊。如果他是老板的话，那我们这个老板也太年轻了吧。5楼浩辰办公室对面站着财务总监李平。办公室是你找人打扫的？是的，老板可还满意？挺满意的。昨天我有事也没来公司，你和我汇报一下昨天公司的工作安排吧。好的，浩辰总。除了5名请假的员工没有来外，其余员工全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天海家园项目的绿化工作也已经启动，配套设施也在进行了这些小事我不在意的。收购项目的时候，我看到公司有4个空置地块的规划设计，我想知道，如果4个地块同时启动的话，需要多少钱？如果前期运作的话，1个地块起码要准备1个亿的启动资金，4个地块就是4个亿，而且后续还要追加投资。浩辰听到4个亿后陷入了沉思。2块原石卖了2.8亿，一会再收购60套别墅，看来自己还要想办法去弄钱。如果我给公司账户打2个亿，先把4块地的项目开始，过几天我再把剩余的2个亿补给你，可行不？如果资金起始的话，这个办法可行。那就按我说的去办吧。另外，我可能不常在公司，所以你暂时帮我代管公司，等我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替换你。这阵子你就受累了。好的，老板，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回到车上的浩辰看着王根成的录像，乐得直拍大腿。李超给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发奖金。此时孙兴龙知道王根成受伤住院，马上就赶到了医院。病房里看到床上躺着的王根成，也是眉头紧锁起来。而麻药劲刚过的王内，兄弟，你这是怎么了？根成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咋委屈成这样？龙哥，我做不成男人了，我被人给淹了。好端端的谁把你淹了？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江湖大忌的事？这说起来话就长了，简单说就是我发现浩辰真去了天海地产，回去的路上追尾了，我就打了前车的司机，结果那家伙一脚断送了我作为男人的权利。你的车都有保险，你把他给撞了，你直接走保险不就行了？你动手打他干什么啊？我不是看那个人瘦不拉几的好欺负吗？我就想着讹他点钱，没想到玩了一辈子鹰，结果让鹰给抓瞎了眼睛。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一个混社会的，
让一个小鸡崽子给打了，说出去都丢人。我也没想到他会还手啊！打完我，对方还报警了，但是被认为他们属于正当防卫。你先安心养病吧，这事交给我了。我不但要好好的教训他，还要让他赔你100万。不过你要分我50万。龙哥，我受了这么重的伤，你经常经，你还是我兄弟吗？我带人去帮你要钱，我不得承担风险嘛。你要是觉得不行的话，那这钱你自己去要好了，我还懒得管你呢。别啊，龙哥，你是我亲哥，这事还是要你去办的，我同意分你50万。这可不是我强迫你的，是你主动要给我的。你先在这里好好养病吧，有好消息我会告诉你的。从医院出去的孙兴龙直接就去了警局，在谎称是王根成的家人后，成功的拿到了打人者的电话。喂，你好，你是田志刚吗？我是，你是哪位？我是谁你不用管，你今天是不是把一个人给打了？他现在还在医院里呢。你说的是撞我车的那个人啊？不管是你撞的他还是他撞的你，总之是你把人都给废了。我哥们还在医院里面躺着，你不能1分钱不拿就这么一走了之吧？我那是正当防卫，你让他起诉我就好了，弄那么复杂干什么？难道他袭击我，我还要去医院主动吗？不就是废了我兄弟的一个大宝贝吗？这点小事私下和解就行了，这样咱们见个面，无论谁对谁错，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们就要去面对，是不是啊？那好吧，既然你想见，那就见一面吧。那2个小时以后王家屯见。挂上电话，浩辰让王斌将车子停在路边，拿起电话打给了李超。现在安保公司内有多少安保人员？现在有14名。你现在带上所有的人去王家屯，相关的情况你在路上问于勉吧，他会告诉你的。好的，老板，我马上就出发。这次是去教训人，而且对方可能会有家伙，所以该带什么你应该知道吧？我知道了，老板。你们2个也去吧，不过你们2个总跟在我身边，所以你们2个不让他们看到你们的样子，知道吗？知道了，老板。记住一点，刚才那个打电话的人叫孙兴龙，一定给我把他也废了。他还有2个手下叫二狗和青皮，让他们也做不成男人。放心吧，老板，这个活就交给田志刚的大力金刚脚了。放心吧，老板，这活我是成任务。你们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宁可任务完不成，也要把人全都给我完整的带回来。听到浩辰的话，几人全都震惊的看着自己的老板。交代完任务，浩辰自己开着车就前往湖畔别墅的售楼处。湖畔别墅会客室，何彪一惊震惊的看着浩辰，他发现这个大客户竟然是原石拍会上的那个人。何总，你怎么在这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个湖畔别墅就是我旗下的地产公司开发的。那真是巧了，没想到我相中的别墅项目竟然是何总您的。你还是很有眼光的，如果拿下这个别墅项目，你肯定会赚到不少钱。既然大家都认识，那我就给你一个最低的折扣，给你打个9折，你看怎么样？价格是很合理的，不过我未来肯定也是要销售的，所以我希望这个价格包括售楼中心以及别墅区的物业管理。没问题，不过售楼处的销售人员可不能给你，这支销售队伍可都是我从业场精挑细选出来的，我留着他们还有别的用处。没问题，售楼人员我不要，以及现有的物业人员我都不要。总价5400万，签完合同整完款，这个项目就是你的了。很快秘书就把合同打印了出来，浩辰跟何彪也都在合同上签字，一式3份。恭喜浩辰总，这湖畔别墅现在是你的了。还要感谢何总割爱了。还是浩辰总会说话，浩辰总如果还有闲钱的话，可以投到我这里，我也不怕和你说实话。我在榕江有一个地下钱庄，每年贷出去的钱就有大几亿，利息很是可观。何总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这人还是比较喜欢投资一些看得见的东西。何彪也是眉头紧锁，其实他用这种办法已经坑了好几个大户了，不出意外的那些大户都会在1个月后车祸身亡。既然浩辰总喜欢做一些看得见的投资，那我在北郊正好有一个阜成天地的项目，如果浩辰总感兴趣的话，可以整体转让给你。现在榕江市大力发展南郊，所以现在的何彪想赶快把北郊的项目处理，把重心放到南郊上。其实我并不看好北郊，不过对于一些捡便宜的事情还是很喜欢做的。那是肯定的，阜成天地小区有层，如果浩辰总感兴趣，就白菜价给你，整体出售给你25个亿，这个价格我可是要小赔一些的。浩辰知道虽然价钱很合适，但他自己手里没有这么多钱了，而何彪也是看出浩辰的犹豫。目前这个项目有20亿的贷款，如果浩辰总能接下这20亿贷款，至于剩下的5个亿，我可以给你半年的时间，这样算下来相当于没花钱就拿下了这个项目。如果何总这么说的话，那这个项目我要了。25亿自己还能赚1个亿，而且终于把这个烫手山芋给甩出去了。何彪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只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将在不久的一天因为这个决定甩了自己好几个嘴巴子。没想到我们1天内能谈成2个合作，我让秘书准备转让手续，咱们一起吃个饭，
下午就开始办手续。于是浩辰跟着何彪在附近找了一个餐厅坐了下来。此时的浩辰很想知道王家屯的战况。另一边王家村，一辆车刚到村口就停了下来。哥们，我到王家屯了，你在哪？我在王家屯里面的车了，你继续往里面开。我就不进去了，你要是谈的话就出来谈吧。来都来了，就再往里面开200米呗。我是不能再往里开了，你出来找我吧。孙兴龙眉头紧锁，为了这次敲竹杠，他带了30多人，可是对方不进来，自己埋伏的人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再往里面开200米就见到我了，这不就是一脚油的事吗？反正我不进去，你到底出不出来？你要是不出来的话，那我就走了。别，我现在就出去，你站在那别动，等着我。二狗、青皮，你们2个跟我过去，另外把人马分成4队，1队绕后，2队正面冲锋，剩余2队人马左右包抄。我一发信号就让他们冲出来，先把车和人给我控制住，明白了吧？放心吧，老大，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干了，都刻在骨子里了。啊，事成之后肯定是亏待不了你们的。村口大货车，兄弟你也真是的，就差200码。这里荒无人烟的，万一进去出不来怎么办啊？怎么会呢？我们是来谈事情的，又不是来打架的，至于这么谨慎吗？现在这个社会还是谨慎一点好。好吧，既然你这么不放心，那咱们就在这里谈吧。其实孙兴龙现在是更拖时间就拖时间，他要给自己的人马设伏争取时间，最起码要争取5分钟的时间。说吧，你想怎么谈？因为你那一脚，我哥们已经做不成男人了。无论是谁先动的手，起码受伤的是他，怎么的你也得做出些赔偿，不是吗？我不是说了我是正当防卫吗？不服你们可以起诉我，衙门怎么判我就怎么赔。话虽如此，但是确实是因为你的原因而让他做不成男人，所以你的防卫是有过当的嫌疑的。当时他追着我打，连狼牙锤都掏出来了，慌乱之中哪还想那么多？我一共就出了一拳，踢了一脚，谁能想到他这么不抗的？孙兴龙眉头紧锁，听对方在他恨不得就上去打他们一顿，然后再讹对方100万了事。听你的意思是不想赔偿了吗？我再说一次，你们可以去起诉我，衙门怎么判我怎么赔。除此之外，别想从我这拿1分钱，我的钱就算是用来喂狗，那也不会给他1分1毫的。就在此刻，后面的二狗手机响了一声。龙哥，兄弟们到了指定位置。得到消息的孙兴龙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就好像自己已经吃定了眼前的人。这可是你说的，你要为你说的话付出责任。希望一会你的嘴还能这么硬。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是不是一会你就知道了？兄弟们给我动手，废了这几个货。孙兴龙话音刚落，顿时从4面8方冲出来一帮人，手里不是拿着西瓜就是拿着咸鱼。而田志刚见对方叫人也没慌，我命令所有人各自占据有利位置，如对方有任何异动可自行处理。瞬间，一群训练有素的人从车里出来，这些人全都戴着面具，每个人手里一把青龙偃月。此时站在对面的孙兴龙3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够狠了，可也没见过一货车手拿青龙偃月出来干架的人。你们3个就是孙兴龙、二狗跟青皮吧？现在我命令孙兴龙、二狗、青皮3人一字排列扎马步。3人迅速一字排开对齐队伍，唰的一下，3人齐刷刷的扎起马步。田志刚双脚蓄力，瞬间腾空而起。孙兴龙3人顿时瞪大了眼睛，这种疼痛感让他们终生难忘。3人知道自己也要和王根成一样，这辈子也别想再立正了。田志刚等人见任务完成，便带着人上车离开了。而对面的一群小卡拉米也早就树倒猢狲散，只留下空空的场地中不断蹦跶的3人。孙兴龙3人被送到医院做手术，由于受伤部位相同，3人竟和王根成分在一个病房，4人瞬间哭得稀里哗啦的。都是我不好，要不是你们为我去要钱，也不会变成这样。老娘觉得这个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咱姐几个好像是进了别人的圈套。圈套？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4个人的伤全都一样，而且你不在现场可能不知道，他们显就是奔着姐几个的大宝贝来的，明显就是有意报复。这么说来的话，那我撞车也是他们设计的了。可我们没得罪什么人啊。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咱们得罪的人还少吗？我们弄的杀猪盘不知道坑了多少人，让多少良家去夜店上班你都忘记了。那这么多被我们坑的人，谁能这么设计陷害的我们的呢？你想想看，他们对你我动手，而且还特意点名二狗和青皮，看来是我们4个共同得罪的人呀。龙姨你好棒耶，不过让咱们4个坑的人那么多，还是找不到是谁坑了我们啊。以我多年悬疑动画经验，怀疑是杨氏集团对咱们动的手。前一阵子咱们不是坑了一个叫杨鹤飞的人吗？后来才知道他是杨氏集团的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事就大了。
杨氏虽然比不上咱们大唐集团，但是他们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我也是猜测，这事还是要和彪爷说一下。至于怎么做，那就要看上面的意思了。说完话打给了何彪，而此时的何彪和浩辰正在办手续，见是孙兴龙打来的电话，于是直接就给挂断了。这个时候任何事情都没有这个交易重要。2个小时后，两人办完手续，又做了贷款转移手续，至此府城天地小区就变成浩辰的了。恭喜浩辰总，现在府城天地小区已经是你的了。虽然府城天地小区变成我的了，但同时我也增加了25亿的欠款了，还不知道要还到猴年马月呢。浩辰总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这点钱对于浩辰总算不了什么的。借你的吉言，时间也不早了，我要先走了。呵，那我就不送你了。浩辰的车在开出1234多米后就停了下来，王斌和于勉上车。看你们的表情，事情办得很顺利吧？是的，老板，按照您的吩咐，3人已经废了，保证全碎。现在他们身上除了眼睛和脑袋，保证一个完整的原型器官都没有。不错，回头给你们发奖金。开车，我们去天海地产。天海地产5楼办公室，浩辰把美丽又妖娆的李萍叫了过来。老板，你找我有什么吩咐？府城天地小区项目收购了过来，这是手续，你找人把这个项目给接手了。李萍整个人都懵了。老板，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府城天地可是比天海家园要大2倍，这个项目你花了多少钱啊？1分钱没花。怎么可能1分钱没花就拿下这么大的项目的？我才不信呢！我只是担下了这个项目的银行贷款而已，另外给中和地产的何标打了一个5亿的欠条，这个项目就变成我的了。这个新老板这么有实力的吗？上午刚刚给公司打了2个亿，下午又拿回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另外湖畔别墅剩余的别墅以及物业和售楼处也全被我拿下了，你派人把他们接收了。不过对于原有物业和售楼处人员一个都不留，全都给我换新的。浩辰之所以要将这些人全都换掉，就是不想让里面有何标的人，那样自己对10栋和19栋别墅的监视就方便多了。好的，老板。将湖畔别墅改名为天海别墅，将我们现有的天海家园小区改名为天海家园 A 区，将府城天地小区改为天海家园 B 区。好的，老板。将配套人员全都配齐，但是有一点，没有我的命令，暂时不对外销售。好的，老板。交代完工作的浩辰心情不错，边散步边往家走去。而此时闲下来的何彪想起孙兴龙打的电话，便拨了回去。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彪爷，我们备案算了。什么？快说说是怎么回事？于是孙兴龙把事情的经过原本说了一遍。何彪越听眉头越是紧锁。你怀疑是杨氏集团找人做的？我现在也不敢确定，不过那些人的身手很不简单，能够找到这种身手，而且还和我们有过节的，只有杨氏集团。群，我知道了，你们4个好好的养伤吧，赌场那边我派其他人接管。彪爷不用派人，我能管理，我能管理。你都伤成这样了，还怎么管理啊？难道要躺着和别人打牌吗？你就安心的养病，等你的病好了，我再把赌场交给你。那谢谢彪爷了，我一定尽快的把伤养老，早些出院帮你分担赌场的事。电话的何彪陷入了沉思，杨氏集团可不是他能抗衡的，就是上报给大唐集团也是要3思的。目前这事也只能先不了了之。如果不是杨氏集团的话，谁又有这个实力又和孙兴龙他们4个有仇呢？如果是杨氏的话，那会不会对自己动手呢？而此时的超凡广告总经理办公室，唐明正和郭阳在喝茶。今天有没有什么发现啊？还没有，我已经找了4家侦探跟踪王副总了，目前看来他并没有什么问题。才第1天，所以不要这么急着下结论。我相信浩辰哥说的是准的。我也相信他说的，不然我也不会找4家侦探了。你也知道王伟斌从公司成立就跟着我，公司的事我一般都是交给他去办。有些人没有表现那么简单的，就像浩辰哥表面上看他就是一个赌徒，可是接触下来才发现他是世外高人。现在说什么都早，等调查结果吧。浩辰哥说这个危机就在最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办公室聊天的2人并不知道，此时的副总办公室里，他们浩辰哥的老婆正在被王伟斌欺负。刘在干什么？你连端个咖啡都能不好，你还能干什么？对不起，王总，是我没有拿住，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就完了吗？如果每个人犯错都能够用一句对不起就解决的话，那就可以一直犯错了。刘淼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王伟斌看到刘淼这样，心里也是一乐。只要再拱一把火，刘淼今天就有可能跟自己回家共享人生。端茶倒水是助理最基本的工作，你连这都做不好还能干什么？你不适合做这份工作，你回家吧。王总，我错了，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罚你半个月工资，你可认？我认。既然你认的话，就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吧。不过你得赔我的鞋子和裤子，一共1万2。刘淼整个人都懵了，瞪大眼睛看着王伟斌道：多少钱？1万2，一双鞋和一条裤子怎么可能这么贵？
你仔细看看，我这可是名牌。王总，你知道我家情况的，我没有这么多钱。没钱就是可以犯错的理由了吗？没钱就不要单吗？难道让我为你的错买单吗？此时在门外监听的刘璐给浩辰打去了电话，李超给他的任务是暗中入职公司保护老板夫人。怎么了？老板，刘淼给王伟斌端咖啡不小心洒了，被扣半个月工资，还让刘淼赔12000元。现在刘淼正在求王伟斌的原谅。你说什么？你好好的给我盯着，我现在就过去。我看这货是活得不耐烦了。王总，我真的没有钱，你以后从我的工资里扣可以吗？你一个月才3000块，要多少个月才够？我不管你有没有钱，今天必须把钱给我赔了，不然我就报警。王总，你就让我分期还你吧，我现在是真的没有钱。分期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可以给你出个办法，你只要陪我回家1个晚上，咱们之间的账就一笔勾销了。此时刘淼终于知道对方的目的了，瞬间想起刚来公司时孙丽丽和他说的话。难道你刚刚是故意碰我的？你真无耻！我就是无耻，怎么了？我能看得上你，那是你的福气。你只要跟了我，保准你吃香的喝辣的，你在鬼账户的蹂躏了。你做梦！既然你不答应我，那我就报警了。这时砰的一声，办公室的门被人一脚踹开，浩辰阴沉着脸走了进来。此时的他愤怒到了极点。你是谁？怎么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是刘淼的老公，也就是你口中的赌鬼。原来你就是那个窝囊废！你家刘淼把我鞋和裤子弄脏了，你来替他赔偿我12000吧。如果没有你把刘淼借给我1晚，我不但免了你的12000，还可以给你1万元。刘淼听到这话时也是攥紧了拳头，他已经想好了，如果浩辰同意，他就从楼上直接跳下去。这可是你说的，可不能说话不作数。当然作数了，我都可以先给你钱。浩辰走上前，此时的刘淼心都在滴血，他已经做好了结束这一切的准备。就在王伟斌准备掏钱的时候，浩辰突然上前，一只手拽住王伟斌的衣领，一使劲，直接就将王伟斌摔到了刘淼前面。浩辰瞬间大嘴巴子就招呼了起来：“我让嘴欠，我让嘴欠！”刘淼整个人都懵了，他刚才还以为浩辰要把他给卖，没想到竟然是这。此时总经理办公室中，郭阳和唐明听到动静后也是一惊，秘书赶紧跑进来汇报：“不好了，老板，有人闯进公司，踹开了副总办公室的门，然后冲了进去，好像是副总助理的老公。”哦，跟我去看看。我操，这不是浩辰哥吗？你往后挪挪，给我腾个地方。俏里娃的，你俩让开点，给我也留个地方。我想做这小子不是1天2天了。因为办公室的门被浩辰踹坏了，一些好信的员工都跑进来看热闹。只是众人不解的是，自己的老板居然帮着外人一起做副总经理。浩辰，不要再打了，再打这小子就咽气了。因为刘淼的一声大喊，这场战争瞬间平息了。此时王伟斌的脸肿得像个馒头，无助的看着众人，尤其是不可思议的看着老板郭阳。浩辰哥，你怎么来了？对啊，浩辰哥，这是什么情况？以后有这事提前通知一声，我好准备点家伙啊。刘淼此刻感到无比的诧异，浩辰怎么会认识自己的老板，而且还叫他浩辰哥？这是我老婆，今天你的副总经理要租用1晚，还要给我1万。浩辰哥真是对不起，我要是知道是嫂子的话，那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咱们先去会客室吧，这里太乱了。是啊，浩辰哥嫂子，这里太乱了，咱们去会客室聊。几人转身朝着会客室走去，留下被打成馒头的王伟斌愣在那里，大眼瞪小眼，没人管。到了会客室，好一会，刘淼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浩辰哥，嫂子来公司上班，怎么也没和我说一声呢？你还拿我当兄弟吗？你嫂子是在咱们认识之前来上的班，所以也就没来得及和你说。那好吧，既然知道她是嫂子了，就让她顶替王伟斌的位置吧。不，我当不了副总，只要能让我去设计部门就可以。郭阳闻言没有说话，而一直看着浩辰。你嫂子大学是学市场推广的，她喜欢设计部，就让她去设计部吧。那好吧，那我给嫂子安排一个主任的职位。浩辰哥，你看怎么样？刘淼又懵了，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的老板为什么这么尊重浩辰，就连安排个职位都要问浩辰。不，我想从1点1滴做起，我现在做不来主任的工作。郭阳没接话。你嫂子确实很多年都没上过班了，所以主任的职位她现在还不适合，就让她当个副主任吧。行，浩辰哥说什么职位，那就什么职位。反正也快下班了，我就先带你嫂子回家了。今天可不能给她算早退啊。浩辰哥这是说的哪的话？你跟嫂子先回去，等你有时间咱们边喝边聊。刘淼，你先去收拾收拾东西，我跟郭阳说几句话要说。刘淼什么话也没说，他知道现在不是自己说话的时候，非常懂事的就出去了。浩辰哥，你之前想认识我，是不是就因为嫂子？其实你们也能够看得出来，我和你嫂子之间是有一些误会的，所以我不想太过干预她的工作生活，所以才想通过你的关系对她有些照应。那天喝酒的时候你就应该和我说的，这样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当时我想说来着，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我说我认识你是因为你嫂子，我又怕你会多想。
在原始拍卖会的话，我可能会多想。不过现在我还要感谢嫂子，要不是她浩辰哥，你也不会想认识我。我可能现在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你能这么想到位了？对了，浩辰哥，王副总怎么处理？先装成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经过今天的事后，我猜测他很快就会动手了。那好，就让他再蹦跶几天，时间不早了，别让嫂子干等着。我和郭阳送你。浩辰没有拒绝，他就是要让超凡公司的所有人知道，他们的老板都对自己毕恭毕敬，那你们还有谁敢对自己的妻子无礼？上车吧。刘淼看了一眼车，一下子就认出这是自己家之前的那辆。这车不是让浩辰拿去抵押了吗？什么时候赎回来的？难道给自己钱那天浩辰赢了不止10万？浩辰开着自己的车，所有的安保人员都挤在后面的车上。郭阳和唐明一直看着浩辰的车远去。浩辰哥的那些安保人员都很不一般。是啊，我从他们身上能看到部队的影子，而且不是一般的部队，起码是特种兵级别的。江西瑶说他是个赌徒，可和他认识以来就没见过他赌，而是每一次见面都能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惊。我相信他绝对不是江西瑶眼中的那个赌徒。这还用说吗？他像是一个有智慧的老者，都知道的智者，一个能够预测未来的半仙。你都把他看成神了，难道不是吗？对了，现在嫂子在你公司上班，你一定要照看好。看他刚才的暴怒的样子，估计谁要是惹了嫂子，浩辰哥能扒了他的皮。放心吧，我心里是有数。另一边回到家的刘淼什么也没问，浩辰也没有说，直接就去厨房做饭去了。现在的刘淼好像也习惯浩辰去做饭。晚饭过后，刘淼带着圆圆去了主卧，而浩辰则是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盆水，回到了自己的卧室，用水轻轻打湿郭阳送给自己的画，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表面的一层画剥离。果然，一幅古画图出现在了浩辰的眼前。第二天，浩辰依然早早起床来做饭。不同于前几天的是，刘淼并没有叫思思起床上幼儿园。一会我去上班，你送思思去上学。真的吗？同意我去送圆圆上学。那个，你先在这等一下，我打个电话。说着，浩辰就打通了楼下王芳的电话。你上来一下。好的，老板。不到1分钟，王芳就来到了浩辰的家。刘淼有些吃惊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老板好。这是王芳，以后你快去上班吧，再愣一会就要迟到了。设计部的副主任不能第一天上任就迟到吧？下楼后的刘淼就走向了自家的车。老板娘，那辆车是老板的，我们不坐那辆车，我们坐这辆车。这车是谁的呀？老板娘，这车是专门为您准备的。你的意思是说这车是浩辰的？是的，老板娘。那你和浩辰是什么关系呀？雇佣关系。雇佣关系？那他给你开多少钱的工资啊？回老板娘的话，年薪20万。刘淼听到后，整个人都被惊到了。之前自己1个月才能拿3000块，1年都不到4万，浩辰给司机就20万的年薪。那个王芳啊，你一个小姑娘出门工作也不容易，一定要睁大眼睛。有些人只会给人画大饼的，其实他是没有钱的。老板娘，我知道了。超凡广告公司，刘淼刚下车就遇到了闺蜜孙丽丽。你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还坐上大奔了？难道有土豪在追你吗？你胡说什么呢？这是浩辰买的车。这么说你家浩辰赢钱了？我去找你借钱的那天，他就拿回来10万，我不知道他赢了多少钱。照你这么说，肯定是没少赢，拿回家10万还能买得起大奔。你可知道这辆车要60多万？这玩意这么贵的吗？我再和你说个事情，你看到车里的女司机了吗？你知道浩辰给她开多少钱的工资吗？多少钱？年薪20万。你说什么？年薪20万？你家浩辰是疯了吗？一个司机就给开20万的年薪，你跟浩辰说把他辞了，开车这事我也行。就在2人去上班的时候，浩辰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后，直接拨通了3金珠宝刘金水的电话。他知道刘金水会对自己的话很感兴趣的。浩辰老弟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刘总对古董感不感兴趣？我手上有一幅西汉时期的画，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我们2个聊一聊。我太感兴趣了，你来3金珠宝找我吧，我在那等你。挂断电话的浩辰拿着画便出发了，而刘金水则拿起电话打给了自己的老朋友聚芳斋的老板方琦。老刘啊，你怎么打电话？我之前和你说过，我在一个年轻人手里买下1块帝王绿，这个年轻人刚才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手里有一幅古画想要卖给我，我想让你来帮我长长眼。你等着我吧，我现在就过去。3金珠宝公司刘金水办公室。浩辰老弟来得挺快嘛，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找来帮我长眼的专家，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浩辰兄弟了。果然是英雄出少年，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就把画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吧。浩辰自信地将画展开，方琦顿时眉头紧锁起来。2人足足看了半个小时。此时的刘金水也是有些兴奋，因为以他的鉴赏能力都能看出来，这幅画绝对是真品。浩辰老弟，这幅画你想卖多少钱啊？我想卖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刘总觉得它值多少钱。我觉得这幅画还是很有收藏价值的，所以我出个价2000万如何？浩辰听到后差没笑出声来。
后世这幅画可是拍出了3.2个亿的高价，到我这2000万就想把画收走，还真是离了个大谱。刘总是不是说笑了？那恐怕每一个都能值2000万吧？我也是懂行的。浩辰老弟，你不出价，我出了之后你还嫌少。这个画本身也没有可以参考的价格，所以我也说不好它的价格，不如还是你说一个价格吧。聚芳斋的方老板在这，他应该是能够看出这画的价值吧？此时方琦也是侧目看着浩辰，在他的印象里，他和浩辰并不认识。不过自己的聚芳斋这么出名，别人认识自己也是情有可原。既然小友这么看得起在下，那我就说个价格吧，2个亿怎么样？首先，这是毛延寿唯一在世的画作；其次，这幅画出自西汉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最后再看这12枚鉴赏印6枚是皇家的，光这些信息看来，它的价格就远高于3.2亿了。方琦听到后也是大惊，因为这个3.2亿就是他刚刚推算出来的最终成交价。如果2亿能拿下，就可以净赚1个亿。既然浩辰老弟都这么说了，那就按你说的价格3.2亿成交吧。这个价格我是认可的。这个价格是基于我刚才说的那些，但有一点我还没说呢。你们可知毛延寿笔下的他是谁？他是谁？4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你说什么？你说他是王昭君？是的，你们不妨仔细的看看她的面容，就算是放在当代，那也是美的不可方物。两人重新看了起来，起初二人就觉得这个红衣女子甚是好看，再一看，两人越来越觉得她就是王昭君。那浩辰老弟觉得她值多少钱呢？我相信方老板应该是能估出她的价格的吧。此时的方琦一直盯着眼画中的红衣女子，只觉得红衣女子正在向他微笑。再增加1个亿还是值得的。那就方老板说的价格吧，4.2亿，如果刘老板能接受的话，那这幅画就是你的了。哈，我接受，4.2亿就4.2亿，打钱收画。交易完成后，浩辰给拒绝了刘金水吃饭的请求。他现在对刘金水的印象并不是很好。浩辰走后，刘金水和方琦在办公室一直盯着这幅画。这红衣女子真的是王昭君吗？有很大的可能，如果她真是王昭君的话，那这画的价值就高了，有可能会成为华国版的蒙娜丽莎。如果那样的话，我岂不是赚大发了？今天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走，我请你洗脚去学。另一边，浩辰从3金珠宝出来，直接拨通了王根成的电话。龙姐，我的那个肥羊浩辰给我打电话了。你把免提放开，我听听他说什么。浩辰老弟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王哥是这样的，我今天正好有时间，想着去赌场玩玩去。你在赌场吗？我不在赌场，你这是手痒痒了？是呗，手有些痒痒了。你让他等2天再去玩，现在去玩的话，业绩也不算我们的。那个浩辰老弟啊，你先忍一忍，过几天再来玩。这几天上面查的严没开门，等开门了我给你打电话。那真是太可惜了，既然赌场去不上，得找点别的乐子吧。你之前不是说你认识很多美女吗？今天老弟我请客，我带你去找美女潇洒去啊。本来王根成都想开了，反正碎了也修不好了，但听到浩辰说美女，又看了看自己的能力，瞬间心情低落谷底。王哥你放心，我今天高低给你找2个美女，让你体验一下快乐似神仙的感觉，就给你找你喜欢的那种极品身材的，绝对会让你见到后就流鼻血的。浩辰老弟，谢谢你的好，有点虚就不去了。王哥你不用跟我客气，是不王哥你现在不行了呀？我行。你如果行的话，那我带你去玩，保准你快乐似神仙。我不去。你又说你行，你又不去，那你到底是行不行啊？你要是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带龙哥、二狗还有青皮去潇洒吧。他们也不去。你们这都是怎么了？以前是张罗的最欢的，现在怎么全年了？怎么感觉你们活成了太监了？你说谁是太监呢？我是不是对你太好脾气？